很多老人每天都在做，却不知道正在伤害身体。不少老年人早上起床就喝甜豆浆，吃白面包，觉得这样方便又有营养，很多家庭忽视了白面包、甜豆浆里的精制糖和碳水会让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飙升。还有些老人中午顿顿离不开白米饭、白面条，吃完还得再来碗甜汤，觉得这样才吃得饱、吃得香。医生发现50岁以上人群里，每3个人就有1个处于糖尿病前期，可大多数人还在重复这些伤血糖的习惯。不少老年人总怕饿，上午10点、下午3点必吃零食、饼干、蛋糕、含糖坚果不离手，以为补充能量是好事。研究表明，这种少食多餐反而让胰岛素全天都在超负荷工作，慢慢失去调节血糖的能力。还有些老人觉得清淡饮食就是多喝粥，每天早晚1碗白粥，却不知道粥煮得越烂，升糖指数越高，对血糖的伤害比米饭还大。很多家庭忽视了这些看似平常的饮食习惯，正在悄悄把身体推向糖尿病的边缘，等真的确诊了，再后悔就晚了。接下来陈丽要跟大家说，身体出现这5个危险信号，一定要警惕，这是血糖在给你发求救信号。第一个信号，餐后半小时就犯困。不少老年人吃完午饭就眼皮打架，必须躺下睡一觉，不然一下午都没精神。医生发现，这不是年纪大了精力差，而是糖尿病前期的典型表现。血糖快速升高，又无法被细胞吸收，身体没能量，自然就想犯困。第二个信号，总觉得口渴，喝水也不解渴。很多老人觉得口渴是天气干燥或者喝水少，其实是高血糖让身体水分快速流失，导致频繁想喝水。喝完没多久又要上厕所，尤其是夜尿次数变多，一晚上要起2-3次，严重影响睡眠。第三个信号，皮肤干痒，伤口难愈合。研究表明，高血糖会影响皮肤的保湿能力和血液循环，不少老年人小腿、胳膊上的皮肤干燥脱屑，一抓就破，一个小伤口要7-8天甚至半个月才能结痂，有时候还会反复发炎，这都是血糖异常的预警。第四个信号，明明吃得多，体重却在下降，很多家庭忽视了，这不是消化好，而是身体里的葡萄糖没法被利用，只能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，所以哪怕每餐都吃1碗饭，体重还是悄悄降了3-5斤。这种莫名消瘦一定要重视。第5个信号，视力偶尔模糊，看东西重影。不少老年人以为是老花眼加重，赶紧去配眼镜，却不知道这是高血糖导致眼部微血管水肿，影响了视力。医生发现，这种模糊通常是暂时的，血糖稳定后会缓解，但如果不及时干预，慢慢就会损伤眼底血管，严重的还会导致失明。为什么这些危险信号会出现？背后的健康原因，很多家庭都忽视了。首先，胰岛素怠工了。研究表明，我们的胰腺每天分泌胰岛素，帮助血糖进入细胞，转化为能量。不少老年人长期吃精制糖、白米饭、白面包，这些食物升糖快，让胰岛素一天到晚都在高强度工作，时间久了，细胞对胰岛素就不敏感了，这就是胰岛素抵抗。就像机器用久了会老化，胰岛素的调节功能也会下降，血糖自然就降不下来，慢慢形成糖尿病前期。其次，中医认为糖尿病前期的核心是脾虚痰湿、肝郁气滞。很多老人饮食油腻，缺乏运动，体内湿气堆积，脾胃运化功能变差，吃进去的糖分无法正常代谢，就会在血液里积聚，导致血糖升高。医生发现，不少老年人退休后情绪容易波动，焦虑、易怒或者长期久坐不动，都会导致肝郁气滞，进一步影响血糖调节。另外，肠道菌群失衡也是重要原因。研究表明，血糖正常的人肠道里有益菌多，能帮助分解食物中的糖分，减少吸收。而糖尿病前期的人，有害菌占比高，会让更多糖分进入血液，加剧血糖异常。
还有一个关键原因，很多家庭忽视了体重管理，尤其是腹部肥胖。不少老年人觉得发福是福气，却不知道腹部脂肪会压迫胰腺，影响胰岛素分泌，还会释放有害物质，加重胰岛素抵抗。这也是50岁以上人群糖尿病前期风险升高的重要原因。现在重点来了，陈丽要给大家分享美国爆红的10天断食新招，还有香港注册中医亲自代练的方法，万人实测血糖狂降，操作简单又安全，50岁以上的朋友也能轻松坚持。首先，断食前一定要做好3个准备，千万别盲目开始。第一个准备，先测3个关键指标。空腹血糖在 6.1 到 6.9 毫米 OL， 餐后2小时血糖在 7.8 到 11.0 毫米 OLL， 糖化血红蛋白在 5.7%、-6.4%。只要符合其中一个，就是糖尿病前期。适合这个断食方案，很多家庭忽视了定期测血糖的重要性，不少老人从来没测过，等到出现明显症状，已经不是前期了。第二个准备，咨询医生或中医师，如果有严重胃病、胃溃疡、低血糖病史，或者正在吃降压药、降糖药，还有孕妇、哺乳期女性，都不能盲目断食。医生发现，50岁以上人群身体机能相对较弱，一定要在专业指导下进行，避免出现不适。第3个准备，提前3天过渡，这3天不用断食，而是调整饮食节奏，晚餐提前到18点前吃完，不吃夜宵，主食换成糙米、燕麦、玉米等全谷物，每餐减少1半精米白面，多吃绿叶菜和优质蛋白，让肠胃先适应，这样断食时不会太难受。接下来是10天断食具体方案，采用温和限时断食加中医调理。结合香港注册中医强调，这样既不伤害脾胃，又能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。万人实测10天空腹血糖平均下降 1.2 毫米 OL 效果看得见。第1到3天14点10分断食法，每天在10小时内吃完3餐，剩下14小时只喝温水，无糖茶或黑咖啡。比如早上7点吃早餐，晚上5点前吃完晚餐，或者早上8点到晚上6点，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作息调整。饮食上，早餐要吃蛋白加少量杂粮，比如1个水煮蛋，1杯无糖豆浆或牛奶，1片全麦面包，再加小份凉拌黄瓜。午餐吃半碗杂粮饭，正1份瘦肉加大量蔬菜。瘦肉选鱼、虾、鸡胸肉、瘦牛肉。蔬菜选菠菜、西兰花、芹菜、冬瓜，至少占1餐饭量的1半。晚餐要清淡，1碗蔬菜、豆腐汤正1个小份杂粮粥，或者1根玉米正1份凉拌鸡丝加小份青菜。每天早晚各练5分钟中医降糖功，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双手搓热，掌心对着肚脐。顺时针按揉30圈，逆时针30圈，力度轻柔，速度缓慢。中医说这样能促进脾胃运化，帮助糖分代谢。第4到7天5:2轻断食改良版，这4天里选2天作为轻断食日，另外2天继续执行14点10分断食，这样交替进行，身体更容易适应。轻断食日当天，总热量控制在500到600千卡，不能完全不吃，不然会导致低血糖。早餐可以喝1碗小米粥，正1个鸡蛋，或者1杯无糖酸奶，正1根小黄瓜。中午喝1碗冬瓜虾仁汤，正1份凉拌木耳，或者1小碗杂粮饭，正1份清蒸鱼，加少量青菜。晚上如果觉得饿，喝1杯温牛奶或1小份凉拌番茄。不饿的话，可以只喝水。很多家庭忽视了，轻断食不是挨饿，而是科学控制热量，避免血糖剧烈波动。断食日上午10点，下午3点如果出现心慌、手抖、头晕，这是低血糖的信号，赶紧吃1小把原味坚果，不超过10颗或1块小苹果，缓解后再继续。每天加练中医穴位按揉，按揉足三里和三阴交。
足三里在膝盖外侧下方凹陷处，三阴交在内踝上方3寸约4指宽。每个穴位按3分钟酸胀感为宜。研究表明，这2个穴位能调节内分泌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配合断食效果翻倍。香港注册中医还建议，按揉时可以配合深呼吸，吸气时按压，呼气时放松，效果更好。第8到10天巩固期，回到14点10分断食法，重点调整饮食结构，为后续长期维持做准备。主食必须换成全谷物、糙米、燕麦、藜麦、玉米、红薯都可以。每餐量不超过半碗，千万不要再吃白米饭、白面条、白粥。蛋白质要充足，每餐保证1份，比如1个鸡蛋、1块手掌大的瘦肉、1碗豆腐。优质蛋白能增加饱腹感，延缓血糖上升。蔬菜要量大，种类多，绿叶菜、菌菇、黄瓜、番茄、冬瓜都可以，每餐至少吃1碗。烹饪方式选蒸、煮、凉拌，少放油盐。水果选低糖的，苹果、柚子、草莓、蓝莓。每天不超过200克，相当于1个小苹果，要在2餐之间吃，比如上午10点、下午3点，避免餐后吃导致血糖飙升。香港注册中医建议，每天晚上用艾叶10克、生姜3片煮水泡脚15分钟，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，不要太烫。泡脚时按摩脚底涌泉穴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稳定夜间血糖。不少老年人反馈，泡脚后睡眠变好了，第2天精神也更足。除了断食和饮食，这3个辅助习惯一定要坚持，不然血糖容易反弹。第1个习惯，每天30分钟轻度运动。研究表明，中等强度运动能提升胰岛素敏感性，配合断食效果翻倍。5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选快走、太极拳、8段锦、广场舞，每天下午3减5点运动最好。这个时间段血糖相对稳定，运动时不容易出现低血糖。运动时要注意穿舒适的鞋子，避免剧烈运动。运动后及时喝温水，不要马上洗澡。第2个习惯，每天喝够1500到2000毫升水。不少老年人不爱喝水，总觉得不渴就不用喝。其实充足的水分能促进新陈代谢，帮助排出多余糖分，可以少量多次喝。早上起床空腹喝1杯温水，促进肠道蠕动。餐前半小时喝1杯水，增加饱腹感，减少正餐摄入量。第3个习惯，保证7小时睡眠。晚上11点前入睡，医生发现长期熬夜、睡眠不足会让身体分泌应激激素，导致血糖升高。断食期间，睡眠一定要规律。睡前不要看手机、电视，避免情绪兴奋影响入睡。还要给大家提醒几个注意事项，避免操作不当伤害身体。不少老年人断食时容易犯2个错。第1个是完全不吃主食，觉得主食升糖快，就1口米饭、玉米都不吃。其实这样会导致酮体升高，损伤肝脏，还会让血糖波动更大。正确的做法是吃少量全谷物主食，控制好量比完全不吃更重要。第2个错是断食后暴饮暴食，10天断食结束就赶紧吃大餐，喝甜饮料，想补偿自己，这样会让血糖瞬间反弹，甚至比之前还高，前功尽弃。研究表明，断食后的饮食调整更重要，要把10天里的健康习惯坚持下去，才能长期稳定血糖。另外，断食期间如果出现持续头晕、心慌、出冷汗、手脚无力，并且吃了少量食物后还不缓解，要立即暂停断食，及时咨询医生。正在吃降糖药或胰岛素的朋友，断食前必须告知医生，根据血糖情况调整药物剂量，避免低血糖风险。很多家庭忽视了断食不是万能的，它是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辅助手段，必须配合健康饮食和运动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最后，陈丽总结最重要的3个结论，大家一定要记牢。
这都是医生和万人实测验证过的，能帮你远离糖尿病前期。第一个结论，糖尿病前期是逆转黄金期，错过就没了。研究表明，50岁以上人群如果发现血糖异常，及时通过科学断食、饮食调整和运动，60%以上的人能让血糖恢复正常，不用吃药打针。但如果忽视不管，每年会有5%、10%的人发展成真正的糖尿病。一旦确诊，需要终身用药，还会引发肾病、眼病、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，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逆转期。第二个结论，断食不是瞎饿，科学断食才有效。美国爆红的这个10天断食新招，结合香港中医调理，既符合现代医学减少胰岛素负荷的原理，又兼顾中医养护脾胃的理念，安全不伤人。万人实测证明，只要严格按照方案执行，10天内空腹血糖平均下降 1.2 毫米 OL， 餐后2小时血糖下降 1.5 毫米 OL 左右，效果实实在在。第三个结论，逆转血糖的核心是管住嘴、迈开腿、调作息，断食只是起点。不少老年人觉得10天断食结束就万事大吉了，其实断食是帮你养成健康习惯的开始。10天后要继续坚持吃全谷物，多吃蔬菜，适量运动，规律睡眠，才能长期稳定血糖，避免反弹。很多家庭忽视了健康是一辈子的事，不是靠一次断食就能一劳永逸的，持续的健康习惯才是最好的降糖药。陈丽想问问屏幕前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你有没有出现过餐后犯困、频繁口渴这些信号？有没有定期测过血糖？家里有没有人有糖尿病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情况。有任何关于断食、血糖调理的疑问，也可以提出来，陈丽会一一回复。觉得这个10天断食新招有用的话，一定要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把视频转发给家里的老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抓住逆转糖尿病前期的黄金期，远离糖尿病的困扰。关注陈丽，下期给大家分享断食后的长期饮食方案，还有香港中医推荐的3款降糖食疗方，简单易做，在家就能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